这师徒文发了，就这点能耐？那就一决胜负吧。看老子的极恶凶牙！破敌！暗夜凶光斩！如今有12位都在你的麾下。归降的方式，用百姓的话来说，就是不服就打，打到服为止。这个方法虽然简单粗暴，但确实有效。你为什么不对穷凶极恶使用呢？我跟其他大将出手，是较量，是切磋。但穷凶极恶，拥兵自重，追随者甚多。如果我对他出手，必然会掀起一场大战。而且，我跟他之间的恩怨，不是一场胜者为王就能够消弭的。可与你的王兄有关。我的兄长海阔天空，曾是妖族最为优秀的首领。他深知想要强大，就必须要团结，因此为结束妖族战乱，他找到13个部落的首领，逐一收服。其中实力最为强横的，当属穷凶极恶。不跟他们走，我放下将你吞没。这个荒漠不是抬头就能望穿的辽阔，天是无边轮廓，地是用兄长以绝对的实力打败了穷凶极恶，更不计前嫌，将他收入麾下。自此，穷凶极恶发誓跟随，成为13大将中最为凶猛的一员大将。在我16岁那年，我潜入神域，盗取黎明之华，而我的兄长也正是当时的妖族大元帅，为了救我，惨遭神焰毒害。而穷凶极恶最为敬重我的兄长，他自知复仇无望，于是就将兄长的死归责到我的身上。从此妖界四分五裂，直到我执掌大元帅之位，开始对各部的统一收复。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我也曾经深深的感受过。这个错不在你。现在，封印解除，攻上神域的日子指日可待。我们的目标又相同，所谓聚沙成塔，积水成渊。反神的道路上，每一个人的力量都值得被珍视。阿狗，我作为妖族大元帅，向你承诺，我们妖族是你最忠诚的同伴和战友。只凭我们的力量仍然不够，想要获得真正的胜利，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你说的可是神隐族？你知道，从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朋友开始，我就知他是神族。他们都是曾经惨遭黑龙迫害的人，和我们一样，都对神域有着仇恨。神隐族虽说从神域叛逃，但终究是神族。要与之合作，无论是从大义上，还是情感上，都是我族不能接受的。但他们对我来说，是最忠诚的伙伴和战友。阿狗，对不起，我作为妖族大元帅，必须要考虑我族人的情绪，这事关战局。关于你的朋友，我不会透露他任何身份。
我在这罗山见这几块雄黄成色不错，便顺手给你带了几块。我还以为大元帅，你已经忘了这儿了。怎么会？这疼吗？这儿呢？疼吗？你把面罩摘了，我看看吧。确实比之前看起来情况有所好转。那以我现在的情况，还能撑多久？就算有火菩提的缓解，实际的情况也要比你想象中的严重。石化的部位已经嵌入了脏器，就算我可以帮你撑到总攻的那一天，但是我不敢保证你会不会在战场上倒下。我是大元帅，我绝不会，也绝不可能倒下。可是，一旦动用妖力，病情就会越来越严重。这一点，我不想再嘱咐你了，大元帅。我知道。终于要开战了吗？是啊，终于要开战了。妖族大将目无表情，向大元帅请命，请大元帅准许我以战地医生的身份加入反神阵营。老穆，这么多年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根本就活不到今天。反神大军有你的救治，是他们的荣幸。是你。你窥探大元帅，有何居心？你竟然是神族，潜入妖界，意欲何为？我对妖族毫无恶意，我来只是为了阿狗。哼！你们神族哪个不是道貌岸然、居心叵测？我看你必定是他们派来的细作。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乌鸦战士。把人留下！暗夜凶光斩！阿兰姑娘，坚持一下。
满。你的脸。速请阿狗去医馆。这龙牙标上喂了毒，若是再耽误半刻的话，侵入心脉，怕是回天乏术了。性命已无大碍，我给他用了药，怕是要再睡上几个时辰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伤了他？是穷凶极恶的人。是我与他缠斗时，不小心被龙牙战士得了空子。你们二位，跟我出来一下。敢问随风将军，阿兰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对他动手？为何要对他动手？他一个神族潜入妖界，隐藏身份，行迹鬼祟，定是包藏祸心。阿兰是神族不假，但你这样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，简直是欲加之罪。他窥伺大元帅，乃我亲眼所见，何来捕风捉影？够了！结盟未成，反有内讧吗？阿武，你先回去反思己过。大元帅，回去。阿狗，今日之事，我应负全部责任。是我对属下管教不严。如果你真的有结盟的心，就不应该纵容你的手下猜忌，伤害我的朋友。妖族和神族之间，横亘的是整整10万年的血海深仇。神族杀我族人，使我族人被迫住在地底。无论男女老幼，皆染上石化病。一时间，想让他们忘记记忆中的痛苦，谈何容易？造成妖族痛苦的是黑龙，跟神隐族、跟阿兰有什么关系？我知道，你一心想着妖族，这没有错。但3界之中，何止妖族一族？我要跟你结盟，是为了天下所有被压迫的人。结盟最重要的就是信任。你这样的话，还谈什么同仇、共担和杀敌呢？阿狗，你对我族的大恩，我铭记于心。相信我妖族逆天而行的道，只杀黑龙，绝不会伤害朋友。大元帅，想要斩杀黑龙，我们的结盟必须没有隐患，必须要对黑龙一击必杀。单凭我们的力量根本不够，我们需要的是妖族、神隐族、人族，还有天下所有被压迫的人集结起来的力量。你明白吗？那我问你，神隐族就会全然信任我妖族吗？大元帅，既然我来到这里，跟你商讨对抗黑龙、攻打神域的事情，那我就有足够的信心，可以说服神隐族放下任何的偏见，与妖族结盟。如果你真的有结盟的心，就应该有此决心。好，阿狗，为了对抗黑龙，为了我的族人，我向你保证，今日之事再也不会有了。好，那我这次相信你。妖族的未来何去何从，应当由你这个大元帅来做一个抉择。撒谎者出卖灵魂，明知神族散布谣言，却选择装聋作哑，还借此收拢人心。逆天而行，你以为你在守护族人的希望，但你许诺给他们的，只不过是一个虚妄的未来，而他们中的许多人，却要为此
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你是如何得知的？是我母亲的空世界神力，无意中连接到了海阔天空所留下的神识，我才知道了真相。你依照兄长所托，守住了黎明之花的秘密，这是你为族人做出的选择。我很理解，但我不认同。在我看来，三界之中，所有有生命的人，都不应该活在谎言里。他们应该活在阳光下，有着一颗自由的心。我自认为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我的族人，让他们能够活着。或许有时偏颇，但绝无错误。你想要的，是三界所有人都有尊严的活下去，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。阿狗，你让我看到不一样的力量，是你让我知道，首领是心之所向，光明磊落。大祭司，也不知是前日失职心中有愧，还是整日忙着和刘月谈情说爱，太极来我这祭师殿走动的越发少了。不然，我也不敢烦劳追日大神跑这趟差。能为大祭司效力，是属下之幸。言重了，追日大神可是我祭师殿的中流砥柱，往后我要多多仰仗才行。我要的东西找到了吗？此花就种在神域花园的隐秘处，我也是费了些周折才找到，便随手摘了一朵来。只用了几枝娇花，就压得妖族10万年抬不起头，又将妖族兄弟一死一伤。不愧是神眼大长老，哼，手段够阴毒的。只是这么好的东西，不物尽其用，可惜。大祭司的意思是，武庚去妖界已有数日，正所谓臭味相投，党同伐异。妖界恐怕因我师叔大意，已生变量。区区几只地底爬虫也胆敢登天，我倒要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是不自量力、痴心妄想。让我看看是哪个幸运儿啊！老赖头，老赖头，老赖头。谁啊？谁叫我？自然是叫你啊！整个妖界谁不知道你老赖头的名号啊？不知美人找我有何贵干啊？我看你也是大才之相，怎么落得这般光景？嗨，我这不是投胎选错地方了吗？选这么一个鬼地方，要不是有这石头温呐，老子高低也是一代枭雄啊！那有何难？啊！我认识此花，这是护身符上的黎明之花。谁让我惜才呢？这花就送与你了。啊！
谢神君，谢神君，既然神君好生之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为何要打我呀？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我送你只下蛋鸡，你却想着喝汤。这花要这样吃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但若是将它栽入土壤，开枝散叶，想要多少，便有多少。到时候，妖族性命全系你一个人。别说是一代枭雄，就是妖族大元帅，也是做得的。谢神君指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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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王，如今弟兄们的身体刚刚好转，转眼又要打仗，那心中恐怕多少有点怨气。要不出兵之时，暂且缓缓，以免军心不稳，人心浮动。回你还是我妖族的儿，居然说出这种话来！末将该死！逆天而行，勾结神族细作，里通外敌，背信弃义，置我族10万年血仇于不顾。幸好龙牙战士及时发现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他剁成肉泥！大王息怒，逆天而行，勾结神族不假，但他立誓为族人夺取黎明之花也是真呐。说不定他是以退为进啊！哼，要为祁连得来的东西，老子不稀罕。大元帅，我来做，花，我来抢。出发！快点，快点，动作都麻利点！大王说了，这次咱们可是去替祖宗清理门户，拿出妖族爷们的血性来！走！大元帅，你的面具。报！报！大元帅，穷凶极恶部急行军集结完毕，现向我部进发。传我命令，集结所有部队于30里外七药坡处，准备迎敌。是。我们真的要为了一个神族与穷凶极恶开战吗？大元帅，想要斩杀黑龙，我们的结盟必须没有隐患，必须要对黑龙一击必杀。阿兰受伤，我应负首要责任，是我的优柔寡断、刚愎自用害了他。想要打败神族，单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。凡是敢于反抗之人，都是我们可以并肩作战的伙伴。来，穆医师说了，今天里面减了2味药，不像之前那么苦了。好像是集结号的声音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醒了啊？阿狗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穷凶极恶大军压境，这一次逆天部集结了所有的兵力。之前2部就有摩擦，但是没有到撕破脸的地步。这次又是为何？外面的事我会见机行事，你先把伤养好。是不是因为我之前我使用了神力，龙牙战士又怎会不知道？看来是来讨伐了。这个穷凶极恶平日里就作恶多端，空有一身蛮勇，现在倒是装起大义凛然了。阿兰，你的伤还没好呢。虽然我不喜欢妖族，但逆天而行毕竟救了我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阿兰，白菜，战场凶险，你在这儿等我们消息。阿狗，我也可以的。
么逆天而行，什么穷凶极恶，都不如我赖爷今日的一步登天呐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元帅，我穷凶极恶，不是个知恩不报的人。当日你救了小蜻蜓，我偿你的情。今日，你把那个神族交出来，让老子抽筋扒皮，老子就暂时不抢你大元帅的位置。难得从你嘴中听到大元帅，怎么，今日召集人手，是准备归降吗？呸！脸皮比我还厚啊！你勾结神族，吃里扒外，妄祖背宗。今日我到这里，就是替祖宗诛杀你这逆贼！你口中所说神族，并非当今神域的走狗，而是与我们一样，是受黑龙压迫的受害者，早与神族决裂，一直隐居遁世，提倡平等，从未滥用神力，恃强凌弱。且问，这样的神族，又和10万年前的罪魁祸首黑龙一派有何干系？若不问缘由，不分是非，不辨善恶，打着大忠大义的名号，泄私愤，杀无辜，难道这样的做法就是遵循祖宗的法理吗？逆天而行，休要再次狡辩。神族就是神族，自古妖神不两立，这就是规矩，就是法理。列阵！三军将士，听我号令，准备迎敌！哇！
追日，这雾气传播石化病，快散开！一群蠢货，我不过是略施小计，竟将他们一网打尽。那是无色墙。所有人向我靠拢！大王，我们过去了。阿兰，没事吧？
神隐族的手竟然伸到了妖族，看来是要死灰复燃了。只是他们挑选盟友也太不讲究了。哼，我庚，当年在兴国时，我一时大意，竟让我那狡猾的妹妹瞒天过海，用奸计让你苟活到现在。没想到啊，你比他更可恶，更得寸进尺。哼，我庚，你等着，我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大祭司，武庚不可能一直躲在地下，等他们回到人间，我们从长计议，一定将他们一网打尽，以绝后患。武庚如今已成气候，对付他还需徐徐图之。武庚再有力量，他终究也是个凡人，只要我跟天魁、太极、刘烨联手，定能拿下武庚。若您不放心，我可立即联络其他大神。不必了，我自有打算。现在我就为他们添把火，要烧就烧个痛快。不过是些将死之人，接受自己的命运不好吗？何必要苦苦挣扎？空世界神力，原来是你一直在搞鬼。新月魁，神族娘们儿，有种你露个头让爷爷瞧瞧，别躲在背后使阴招。闭上你的臭嘴，一群蠢货！你们应当感谢我才对。今日要不是我，恐怕到死都还被你们的大元帅蒙在鼓里。他口口声声许诺的反神大计里，根本没有你们的未来。那我就送你们一样礼物。大元帅，黎明之花，黎明之花。真的是黎明之花！有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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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怎么回事啊？简直是笑话！此花非但不是解药，它的花粉反而是导致石化病的根源。什么？大元帅这是欺骗我们！之花竟然是导致石化病的根源！大元帅不是李二星骗了咱们！李二星骗了咱们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大家不要听他胡说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为何宁愿焚毁，也不让你们碰触到黎明之花？不可能！刚才那团毒雾又是从何而来？都醒醒吧！这世上根本没有石化病的解药，也根本没有什么要拯救你们于水火的大元帅。有的只是一个撒谎者，一个哄骗你们甘当炮灰、甘愿为他的所谓大业做垫脚石的骗子。黎明之花的真相不能破，
是支撑整个妖族活下去的唯一理由。就说过，你小子不可靠，你比你哥差远了。没有了黎明之花，小蜻蜓怎么办？我女儿怎么办？你告诉我，我女儿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说的对，我以为我替族人守住了希望，其实只是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残忍。命运的悲剧，并不会因我而有任何改变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说出真相吧。但说出真相，也未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征服与被征服的世界里。其实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早已经伤痕累累，千疮百孔了。大元帅，成功从来都不会一蹴而就，前行的道路上，开拓者也从来不会被过多的人所理解。当年，我父王为了让新国的子民不再过着被神族奴役的生活，便带兵反抗，结果遭到了屠城。你知道那些他为其付出生命保护的百姓都骂他什么吗？百姓们都骂他君王无道，骂他不顾百姓生死，草菅人命。我曾经也为我父王感到不平，我也不明白他究竟为何要那样做。但过后我明白了，人活着为的是坚守正道，是为了无愧于天地，无悔于内心，无畏于残暴。我父王始终希望新国的子民可以有尊严地活着，所以直到他死的那一刻，都做到了无悔、无愧、无畏。无愧于天地，无悔于内心，无畏于残暴。大元帅，新国被灭，我这一路走来，始终将父母的教诲记在心里。我与你结盟，并不是基于你族的力量，而是看到了
我自己力量的渺小。既然我们要做成这件事，我们就要先看到对手的强大，自己的渺小，和盟友的重要。我曾经无数次在兄长墓前发问：真相和希望，到底哪一个更重要？现在，我想我知道答案了。吴刚，谢谢你。自即日起，我将卸除大元帅一职。大元帅，大元帅，你为了妖族百姓倾尽心血，我相信你隐瞒黎明之花的真相，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一定是为了妖族。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真相。说得对，我铁血无双，只认你一个大元帅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带我们杀上神域？让妖族重见天日！大元帅，我们相信你。我意已决，无需多言。明日我将去墓园接受鞭烙之刑，到时自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好，逆天而行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在场的各位都做个见证，免得他反悔。就是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绝无反悔。大元帅，大元帅，大元帅还得你来当啊！就是。逆天而行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摆什么大元帅的臭架子？赶紧把衣服脱了，挨鞭子！别站着茅坑不拉屎。这大元帅的位置，早该是我们大王的了。就是。干嘛？安静！安静！安静！大元帅今天召集大家，就是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事到如今，就是谁对交代？什么交代？小人铁血无双，谁能信他？我已经不是大元帅了，现在只是个戴罪之人。事实上，我早已染上石化病。什么？恐怕时日无多。石化病？还染上石化病了？我不仅向大家隐瞒了病情，还为了收拢更多力量，反抗神族。我利用神族的谣言，蛊惑人心。啊！大伙都听见了啊！你可是承认了？就是，就说这是个骗子！昨日，妖界因长期受到我蒙蔽，让神族有机可乘，散播毒粉，险些害了全族人性命。照祖宗礼法，我逆天而行，应受鞭烙之刑。对，什么是鞭烙之刑？这鞭烙之刑，乃妖族最严酷的刑罚之一。一套完整的鞭烙，需行9981遍方可行毕。可从古至今，还没有谁能撑得住10遍。
就已经丧命了。哥，对不起，黎明之花的谎言不能再继续了。反神族、杀黑龙，曾经是我们共同的事业，但如今的妖族已经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力量和勇气。哥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血体无声，哥，你的宝刀终于练成了。经历9981天的烈火焚烧和无数次的萃取炼造，再将他的骨血打碎重铸，才能获得这样一把绝世的宝刀。阿蛮，你记住，只有经历最痛苦的磨砺，才能获得崭新的重生。而我们妖族，也终究会迎来光明。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，但我们的精神将延续给下一代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妖族才将永不言败。快点吧，别浪费时间了，赶快生生吧！别墨迹，是不是？开始行刑！拜托了。阿满，好！继续！这么打下去会出人命的。我此次犯下大错，恐怕难以完成兄长遗愿。但这10万年来，我们付出太多代价，神族亏欠我们的碧海蓝天，日月星空。总有一天，我们要全部讨回来。我们这一代顽疾难除，生存无望，但我们的下一代还可以拥有光明的未来。
恳求诸位，不要因为我的错误而止步。为了妖族的未来，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，推翻神域，才可以逃离这地下炼狱。大元帅，今日，否则军法处置。指示，铁血无双。没听到大元帅说的话吗？再不执行，军法处置。阿哥，妖族的命运不是你我能够左右的。铁血无双，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不忍下手。但妖族的子民，个个都是铁面无私、大义灭亲的人，容不得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徇私枉法。小子，此处不是你撒野之地，我妖族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手。逆天而行，的确有错，错在隐瞒真相，知情不报。但如果没有他统一内部，结束内乱，让大家休养生息，怎么会有各位的今天？大元帅带领妖族反杀神族，不就是为了妖族的子孙后代能够搏出一条生路吗？但你们却只知道享受大元帅带来的一切，以怨报德。如果你们当中还有人心里念着大元帅的恩情，那你们心中不会感到愧疚吗？逆天而行，你身为妖族的大元帅，为妖族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但妖族的子民却可以眼睁睁看着你活活被打死，都无动于衷。我真是替你感到不值。阿狗，你的心意我心领了，但妖族的精神你未必能够领悟。10万年，茫茫征途，血泪铺就，纵身白死，心灯不灭，这便是我妖族男儿的血性。继续，铁血无双，继续。好，那我最后再叫你一声大元帅。既然你想死，就让你死个痛快。逆天而行，你宁愿死在我的手里，也不愿死在战场上。你之前说的要带领妖族攻打神域，打败黑龙，不是吗？你嘴上挂着的希望呢？你继承的遗志呢？说好了你我同心呢？大元帅，我们妖族不能没有大元帅，恳请大元帅带领我们与神族决一死战。对。为了妖族的未来，大家必须齐心协力，不能受到神族的挑唆。只有这样，妖族才能彻底的摆脱这座地下炼狱。对，大元帅。
阿武，老母给我看过，没事的。阿满，我真的想恨你，我想恨你重情重义、大公无私，心里装得下所有人，唯独没有你自己。我恨你从来不肯回应我的心意，你为什么总是要把我推开？白菜给了我人族治疗外伤的药，我给你涂上。你明明都已经伤得这么重，你为什么还要答应穷凶极恶的挑战？他分明就是想借机杀掉你。说服穷凶极恶，将妖族重新凝聚到一起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阿满，你一定能带妖族重见光明。但说服穷凶极恶不在这一时，我们可以跟阿狗一起从长计议，而且我也可以帮你分担。阿武，我时间不多了。阿满，我知道你的选择，带领妖族抗世也只能由你来完成。可你最后对抗的是黑龙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在那之前不要再让自己受伤了？我希望重回光明的天地，身边还能有你。阿满，穷凶极恶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你听二小，并非老子乘人之危，非要选今天，而是你小子今日所为，终于算是能让老子瞧得起你了。与其拉拉扯扯，不如一决胜负。先说好了，咱们按老规矩来。胜者为王，若你赢了，这大元帅的位置给你坐。痛快！呀！出招啊！看不起老子！呀！教练啊！是鞭子挨多了，还是师徒文饭了？就这点能耐，那就一决胜负吧。看老子的极恶凶牙！破敌！暗夜凶光斩！
你现在竟到了破级之境了吗？从今以后，你就要叫我大元帅了。你最好别再让我失望了。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起来！嘿，这里不是你的地盘，你放规矩一点。开什么玩笑！破天军团一半的兵都是老子带来的，坐你这个破椅子，怎么了？啊，穷凶极恶！别以为就你能一口一个老三，要论今日在座的，老子第一个不服你！来呀，来呀！住手！要想打败神族，团结反神大军乃是大势所趋。我再重申一遍，取胜的关键是团结。阿狗。你是反神大军的集结者，你来说吧。你田二小，你什么意思？找一个外人当我们的总指挥，老子第一个不服！大元帅，这里毕竟是妖族，这样安排不妥当吧？阿狗乃是拥有无色界神力之人，实力不在我之下。他先是解了困我妖族10万年的封印，使妖界重见阳光；后是冒死取得火菩提，化解我妖族石化病之痛，可谓是有情有义，智勇双全，是带领反神大军的不二人选。我妖族的各位，此事无需在意。阿狗，开始吧。诸位，今日在座的不仅有妖族，还有人族和神隐族。人族被神族胁迫了10万年，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，终日靠着挖掘血石苟且活着。妖族也是被神族打压在地下生活，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，所有人终生都见不了光，更是饱受着石化病的痛苦。同样，还有因为善良，不愿与神族同流合污，被追杀的神隐族。其实今天大家聚在这里，都为了同一个目标，那就是攻上神域，诛杀黑龙。为了完成这个目标，无论是妖族的祖先，还是人族的亲王，都从未停止过对黑龙的抗争。为了这10万年来生生不灭的愿景，为了我们的未来可以拥有自由和光明，我们必须齐心协力，将信任留给身边的伙伴，用拳头痛击我们的敌人。所以我阿狗愿意为了反抗神族，与各族结盟，不惧生死。等到他日大计成熟，我愿付出我的一切，包括我的生命。阿狗兄弟，说得好，老子服你！好样的！违抗神族，不惧生死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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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违抗神族，不惧生死。阿兰，你是神域的旧部，跟大家介绍一下神域的情况吧。
9万年前，神族为了攻夺海域，与海灵一族激战，最终以海灵始祖怒出雾瑶山宣告结束。雾瑶山，那是什么地方？以前的神族住在雾瑶山山顶，海灵始祖战败后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撞倒了雾瑶山，所以现在的神族就在山下的残骸中安息，还把那里命名为神域。哦，感情那些神棍住在一堆烂石头里啊！神域的周围是一片辽阔的海岸，通往神域的海上大门由海灵把守，他们把那里命名为迷失藏海。通过迷失藏海，就到了神域的最外围，也就是神族最大规模战争的地方——海上遗迹。那里的岛屿众多，地形复杂，而且是百神众最佳防卫的地点。同个区域的，还有最臭名昭著的监狱——天涯海角。很多神族因为违背黑龙的意志，被囚禁在那。海上遗迹的后方，便是神域的广场，那里是最为关键的一道屏障，一旦突破，就可以攻上结晶山。还有天之墓，那个就是黑龙住的地方。看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们一口气打上黑龙的老巢。你以为他们会那么轻易让我们如愿？神域有2大中枢机构，新月葵的祭师殿，神眼的圣贤殿。大家所知道的神域6部大神，就是来自祭师殿。圣贤殿有百神众，还有3大圣王，而他们的实力都在神域6部大神之上。所以想要见到黑龙，必须先打败他们才行。他们怎么打？进攻神域唯一的路线，就是海路。唯大元帅是从。阿狗，对此路线你有何想法？反神军团如果想要海上航行，那就需要庞大而坚固的战船。新国当年海上贸易繁盛，朝中有许多大臣精通航海，善于造船。虽然新国现在沦陷在白国的手里，但我还是想回去碰碰运气。好，一言为定，那就等你从新国带回好消息。只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要先去见一位故人。逆天而行，多谢赠药之恩。昔日，新国战场，您与我父王并肩作战。今日，又将上古神物火菩提赠予我，大恩大德，五更铭记于心，没齿难忘。五更，待你反神大军集结之日，记得来此处见一位故人。不死鸟，我已如约而至，还望告知，故人是谁？石行，他竟然还活着。没错，石行本该死了，可是他落在我这里，我一直尝试唤醒他，他始终执拗，不肯醒来。让我试试吧。如果我可以唤醒他，让他加入我们的反神大军，以他的战斗神力，一定会让我们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。他跟我一样，心中都有着推翻神族暴政的信念。
我劝你，你身中王者之印的时候就已经被我打败了，你是我的手下败将。而且你现在体内的战斗神力实在是太弱了，对于我们反神大军来说，根本帮不上任何的忙。小子，你说谁弱？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还能说谁？我并非虚说，是我亲手杀了明月，令王者城沦为死地，我的灵魂就应该永远的痛苦，这样我才能向他们赎罪。在王者城，你说你理解不了人族，笑我们弱小。我现在是知道了，真正弱小的人其实是你。你明知道你当初的所作所为都是被星月葵控制了，并非你心中所想，但你却一直在闪躲，不去找罪魁祸首，反倒心甘情愿地被诅咒、被迷惑。那是因为你没有勇气，你根本就不敢。你不要再胡言！你刚刚还说什么赎罪？其实就是你一厢情愿的自我感动罢了，还什么实行大神，自私愚蠢，懦弱无能。你明知道神族反对你和明月成亲，会对明月下手，你却执意要举行婚礼，结果呢，害死了明月，害死了流沙城的百姓，这就是你的自私愚蠢。你明知道真凶是神族，却不敢报仇，以死亡当作解脱的借口，这就是你的懦弱无能。